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与凤航和追风者各看4集。我想说，一个弃剧一个看上瘾。最近一系列新剧相继登场，其中就有6部由知名明星主演的作品。古装奇幻剧《烈焰》以任嘉伦、邢菲为主演，观众看了4集后便有人劝退。之前曾因为看过动漫，所以觉得真人版有些别扭。不但人物名字被改得面目全非，而且角色选角相去甚远，再加上一些演员的表演水平，确实难以言喻。总体而言，与动漫相比不堪一击。领衔主演的都市生活剧《小日子》，我好歹还是坚持看完了10集，表演都挺出彩的。不过剧情实在是有些太过荒诞，简直悬浮到了9天云外。所以为了不让自己看着闹心，弃之也是理所当然。陈晓、童瑶的表演还是令人印象深刻，只可惜剧情处理得太过离奇，看得让人不知所措。近2年来，都市生活剧基本上套路都差不多，就是不断的展示炫耀，甚至不顾逻辑和理性，只要够张扬够热闹就行，不在乎是否贴近现实，甚至愿意将所有的狗血情节都集中在一起，不停地搞出混乱的局面。然而最终故事却以完美的结局结束，看起来虚假的令人厌烦，总让人觉得与现实完全不符。古装爱情悬疑剧《花间令》由鞠婧祎、刘学义领衔主演，我看了2集，总体感觉就像在开玩笑一样，明显就是一部低成本制作的网剧。我只看了2集就放弃了，所以不想多加评价，以免误导他人。总之我觉得这部剧不会有多精彩。江疏影、杨采钰、张嘉宁、张慧雯、李浩飞主演的都市爱情剧《欢乐颂5》已观看6集，发现其比《小日子》更具有戏剧张力。何敏红情感遭受欺骗，导致变得异常疯狂，她与闺蜜撕破脸，对抗父母，迷恋男友的举动令我大为震惊。总体来说，该剧给人的感觉就像老太太过年，与前几季相比更加戏剧化。或许是因为剧情已无法再深入发展，只能以荒谬的情节吸引观众。我无法坚持看完以上4部剧集，正巧遇到剧荒，赵丽颖和林更新主演的古装神话剧《与凤航》上线了。我一口气追完了首播的4集，整体感觉还不错。虽然该剧的故事推进有些拖拉，但幸好有很多幽默搞笑的片段。之前看了太多严肃的剧情和情感纠葛，突然来了一点幽默插科打诨，反倒觉得新鲜有趣。然而当我满怀期待、满心兴致地连续追了6集后，才发现自己再次掉进了陷阱。整整10集的剧情基本上匮乏故事情节，几乎完全依赖赵丽颖和林更新的人气来支撑。从凡间到灵界，剧情基本上只完成了封印魑魅这一件大事，其余几乎全是男女主角之间的各种口头相传和暧昧玩笑。这还远远不算结束，毕竟只有依靠神君的举动和与碧苍王的暧昧并不足以展现大女主的光环，因此连父江墨芳都被牵扯其中，在沈黎受伤卧床时刻发表了一番情感澎湃的告白，情感之情无法抑制。我随意地浏览了接下来的3集，然后又出现了一个来自仙界的芙蓉君，紧接着他变着花样故意捣乱，表面上看起来很热闹，实际上却是各种情感纠葛，根本不需要关心多少人在恋爱，总之很无聊。这部剧总共有39集，在前10集中，剧情显得平淡乏味，并且注水现象严重，不断插播的回放镜头加起来足有1整集的时间。我本以为赵丽颖的知名度很高，可以多加点内容来获取更多收益，就像往猪肉里注水一样，目的都是一样的。最初以为这是一部老赵大女主的剧，而且她还监制，
所以应该会为仙侠题材带来新的亮点。没想到结果仍然很糟糕，真是白白期待了。赵丽颖最近在电视剧《幸福到万家》《风吹半夏》以及电影《第20条》中表现出色，成功地完成了自己的转型之路。但不知为何她还要选择回归古装剧舞台。她应该清楚古装玄幻题材如今已非昔日，却仍然毫不畏惧地涉足其中，让人不禁纳闷她究竟在想什么。总的来说，赵丽颖再怎么有演技，也无法掩盖与凤航在整体制作上的瑕疵。我放弃了与凤航，转而开始观看《追风者》。这部民国谍战剧由王一博、李沁、王阳领衔主演。我只花了2天时间就把已上线的10集全部看完，整体观感远远超出我的预期。没想到大男主王一博的成长之路如此惊人，毫无疑问，跟随着资深大牌演员拍电影，确实能让他汲取不少宝贵经验。在电影《无名》中，王一博合作的明星竟然是香港电影圈中备受尊敬的演艺大师梁朝伟。而在电影《长空之王》中，王一博又与内地影视圈的实力派演员胡军携手合作。另外，电影《热烈》中，王一博更是搭档了黄渤。在这3部影片中，王一博与戏骨级前辈们的精彩对手戏，无疑为他的演技进步提供了有力助力。和高手对决，将有助于迅速提高自己的修为和认知。比如在下象棋时，如果你总是喜欢和水平不高的对手下棋，那你的棋艺不可能有所提升。相反，如果你有机会和老手交流经验，那么不久之后，你的棋艺必定会有质的飞跃。王一博以前出演的角色大多都是高大上的端庄妇人，然而在电影《追风者》中，他演绎了一个从前高高在上的公子哥，却如今深陷民生疾苦之中。他住在破败不堪的阁楼里，穿着简陋不堪，甚至连袜子都破了个大洞，露出的脚趾也只好勉强穿着。王一博的成长可以被肉眼观察到，无疑为该剧增添了更多的亮点。我记得有一场戏是为若来被打得满脸是血，以前他身上总带着偶像包袱，谁能想到王一博竟然如此不顾形象？这就是成长，不仅演技要提升，还要放下架子，真正融入角色，这也是每位偶像明星转型的必经之路。看完《追风者》后，我为什么能迅速沦陷呢？除了王一博成功地演绎了魏若来这一角色外，该剧的故事性、服装和化妆、剪辑、构图、光影、色调以及声乐和运镜等方面都十分出色，让整体观感极为舒适，因此才会引发我欲罢不能的感觉。每天看2集真的不够。李沁饰演的沈近珍也功不可没，她饰演的角色明面上是富家千金，实际上却是中共上海站的情报员。她一边在上流社会里游刃有余，一边又在暗地里扮演血雨腥风的角色，自然其他演员也都功不可没。李沁演绎起像这种明暗相生的人物角色，并不觉得吃力。毕竟，无论是贵族家庭出生的千金小姐，还是参加战争的女英雄，她之前都涉足过，因此这对她来说是驾轻就熟的。王阳饰演的沈图南是国民政府时期上层社会的精英，他怀揣抱负，坚守自己的信仰，并且不惜一切手段来实现自己的目标，一亮相就树立了鲜明的个人形象。王阳非常适合饰演这种充满风度和大胆行事的角色，他的每一个举动都展现出上层社会精英的本质，在该剧的角色选定上可谓非常恰当。张天阳出演的林乔松，他饰演的反派角色同样刻画得十分出色。在他面对爱慕之人沈近珍时，展现出自卑的表情；而在上司康少杰面前，则展现出一副敢怒不敢言的样子。与此同时，对抗中共人员时，他又变得异常跋扈凶残。可以说，他变脸的速度比翻书还快。这真是张天阳演技出众的表现。王学银、高露、
杨坤等演员也都是实力派演员，在角色塑造方面都表现出色。他们的存在可以视为一种至宝，因为有了这些演技大拿来扛剧。画龙须的点睛，角色若能演活，整部剧也就能起飞。总之，实力派演员们的加盟无疑能提升剧集的质量。有没有观看过《追风者》的朋友？如果有的话，欢迎分享一下你的观后感。